大家好，欢迎来到大雁 Talk。今天来聊一个话题，就是说，如果你英语不是特别好的话，可不可以自己自由行来马来西亚玩呢？这个问题从几个角度来讲吧，哈，如果你英语不是特别好，嗯，然后那你得做几个准备，因为马来西亚是这样子的，就是马来西亚的每个城市的情况不一样。那么大部分的马来西亚的华人都会讲这个国语，也就是普通话，所以呃，就是你在这个平时的跟大家沟通的时候，比如说你买东西也怕，然后逛超市啊，或者是问路啊什么之类的，你就带着华人问，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就是你在沟通的交流的这个过程哈，基本上是可以畅通的，所以日常的一些沟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并不代表说你不会英文或者完全不会英文的话，就可以自由行，因为其实有很多博主都会跟你讲说，哎，马来西亚这个就是很多人华人都会讲这个华语，所以没有问题。但实际情况其实未必是这个样子，因为我自己去的感受是这样的，就说你在马来西亚境内普通的这种沟通是可以找这个华人来交流，没有问题。他们大部分确实会讲，偶尔遇到一两个不会讲，你可以换一个人嘛，这个问题不是很大。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马来西亚，它还有很多的这个公共部门的这些人员，比如说这个机场啊，或者站卖票的呀，这些人员，他很多是马来人，就是很少，我没怎么看到过华人。那这就有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你买票也好，然后你有一些需要公务性的咨询啊之类的话，那基本上马来人是不太会基本上我没有见过他们会讲这个华语的，就是所以就很难。就是如果你要买票，如果你不会那些电子的产品或者不熟悉的话，你单单靠这个自由行的话会有难度，不是说完全不行，会有难度。而且有时候你碰到一些突发情况的话，你没有办法用英语流利的解释那些问题可能会产生一些误解。那么这个也是在旅行当中的一个不是特别稳当的或者是特别安全的一个点。所以这个点的话，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说的话，如果你英语非常非常差的话，我觉得可能你就不要自由行，或者你找一个英语稍微好一点的人一起结伴，那应该问题就不大。因为我们话说回来，你在这些公务部门或者在这些呃海关也好，然后火车站也好，这些人你可能需要的英语不需要很多，但是你的听力要 OK，不然你听不懂对方说，因为对方说的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句子你可以说自己说的很简单，但是你不能听不懂那所以你的伙伴呢，他应该英语要 OK，才可以自由行。如果不行的话，那你就跟团。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讲我是觉得如果英语不好，就是整个团队都不好，就不要自由行了。说句实话，真的是这个样子啊、当然你在买票的时候，如果刚好碰到华人，他会帮你但你不能指望这件事情，因为出门在外哪有办法说旁边一定有一个华人，而且他愿意帮你啊不能指望这种事情，因为很多突发的事件，所以我觉得自由行是很好，因为我觉得马来西亚是很适合自由行。那么呃呃，就是你得考虑语言这一块或者是说你有什么那种地陪的，或者是当地的朋友但是也不方便，我觉得这个不建议，我觉得不建议，哎，对，所以整体来说的话，就是就刚才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的话，我觉得就是说，自由行的话还是需要会一点点英语，当然我自己是因为我会一点英语，但是不是很强，那我是带了一个那个翻译机，就是如果有比较复杂的句子，用翻译机来解释也是可以就是说带个翻译机，但是翻译机有时候也会有问题，就是翻译的错误，或者是对方不想用，
或者是外机有些要联网，那网络这个时候可能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反正就会有各种尴尬的地方啦。我觉得，马来西亚如果你能顺利入关的话，我觉得可以自由行。而且你火车票或者是大巴票，你可以通过就是 APP 来处理，然后可以买一些就是那种稍微看懂一点英语，或者是翻译一下，也是可以买得了票的。就是这是没有问题。但是说你要突发状况的话，那也许就很困难的去解释你的问题。虽然这种事情不一定会发生在你身上，但是你不能侥幸说它就一定不存在。所以对我的整体的这个感受就是你自由行最好还是会一点点英语，然后最重要的是听力要 OK，不然就是比较困难。好，今天就聊到这里，好，再见。